大家好，我是萨姐，今天和大家分享如何制作奶油泡芙。做泡芙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一出炉就塌陷，或者根本膨胀不起来。其实泡芙的制作非常的简单，只要掌握几个细节即可。泡芙的形状有很多，今天我们来做最基础的圆形小泡芙。小小的泡芙夹着清甜不腻的抹茶奶油馅，一口一个，停都停不下来。先把烤箱预热到200度，把泡芙所需要的材料黄油、水、盐和糖依次放入小锅里。黄油也可以用植物黄油来代替。中火煮滚之后，马上关火，倒入高筋面粉，快速的搅拌。面粉很快就吸收了黄油和水，形成了面团。面粉也可以用普通面粉和低筋面粉来替代。不过高筋面粉做出来的泡芙会比较坚挺一点，低筋面粉做出来的口感会比较的蓬松。烫面团需要放入除湿机大盆里稍微放凉，摸上去和体温差不多了，就可以加入鸡蛋液。我准备了大约120克的室温鸡蛋，先把它搅匀，分几次加入，用这个搅拌头中速搅拌，混合均匀。如果不用除湿机搅拌的话，一开始面团和蛋液会比较难混合，要持续搅拌或用切拌的方法帮助蛋液完全被面团吸收。面糊的厚薄是做出成功泡芙的关键。每次加入鸡蛋液搅匀之后，务必提起搅拌头查看面糊的状态。现在这个状态，面糊看起来就比较干，所以需要一点点倒入鸡蛋液，继续中速搅拌。再提起搅拌头，虽然这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倒三角，但是两边不够光滑，有很多锯齿，就需要再加入一点蛋液，以免一下子倒入过多的蛋液导致面糊过稀。继续中速搅拌之后，面糊的最佳状态就是提起搅拌头，多余的面糊自动掉落之后，倒挂在搅拌头上是一个大约4公分左右的倒三角，不会跌落，而且面糊的边缘也显得很光滑。如果面糊太稀，做出来的泡芙就有可能会回缩，太厚的话又不容易膨胀。现在的状态很满意，就可以停止搅拌了。鸡蛋液没有全部用完，还剩下20克左右。用大号圆形的裱花嘴，把面糊倒入裱花袋里，在烤盘上垫上烘焙纸，用螺旋转圈的方法挤大约4到5公分直径的圆形，挤到顶部的时候不要往上提，以免形成一个小尖锥，就好像这几个就不太好，而是往侧面抽离，一共可以挤出18到19个。手指蘸上凉水，稍微把顶部按平，否则烤完的泡芙形状会千奇百怪。放入预热好的烤箱中层，200度烤22分钟。泡芙大约在10分钟之后明显的膨胀，到了最后几分钟，热气破顶而出。烤制期间千万不能打开烤箱，否则泡芙很容易回缩。如果觉得上色不够，时间到了之后可以调至220度继续烤4分钟，表面变成淡金黄色即可。烤好的泡芙一个个圆鼓鼓的，倒在烤盘上放凉。一个成功的泡芙外形应该很饱满，不会回缩，也不会塌陷。切开，里面是空心的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抹茶奶油馅，取代了卡士达酱，纯奶油馅吃起来更香滑而不腻。抹茶我一般都先用水混合，这样加入奶油之后更容易打发。因为抹茶本身比较吸水，所以打发奶油的时候不能太高速，以免打发过头。加入糖粉，中速或者中高速打发到奶油出现明显的纹路。举起搅拌头微小直立的状态就打发好了。用一根竹签在泡芙底部戳一个小洞，用小号圆形的裱花嘴放入裱花袋里，倒入抹茶奶油馅，从底部的小洞挤入，直到感觉奶油馅已经充满了整个泡芙。
放入奶油馅的泡芙要立即吃，以免泡芙外皮变软。也可以吃的时候再加入奶油馅，表面撒少量的糖粉。吃不完的泡芙需要放入密封盒里，最好当天吃完。这款小泡芙最适合聚会或者下午茶吃。如果您喜欢的话，可以家里做完发作业到我的 Facebook。离开前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和按下小铃铛。有问题也可留言给我。其他视频请进入萨姐的南腔北调观看。我们下集再见。